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新冠肺炎病毒呢，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1年半了。可能人们呢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呢已经感到麻木了，对目前的有关新冠肺炎病毒在世界各地的疫情呢也漠不关心了。但实际上过去这1-2周呢，在英国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呢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为什么呢？因为在英国呢，新冠病毒单日的感染率过去几天呢突飞猛进的向上升高。大家现在看这张图呢，是英国过去1年半以来所有的单日新增病人的示意图。最早呢，大家可以看在去年的3、4月份的时候有个高峰到夏天，然后从5月底呢逐渐下降，因为当时呢英国封城了，后来又解禁了，因为这个学校要开学，解禁以后呢就出现了这个第2次高峰。实际上后来在元月份呢出现了第3次高峰，但是在各大媒体仍然称它是第2个高峰。后来呢没有办法，英国政府再一次封城，这次封城封得非常长，从今年的元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的6月底、7月底才开始完全解禁。那么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6月底那时候他打算解禁的时候，实际上政府还没有完全解禁，但是因为他计划解禁，那么英国的人民呢，封城的时候非常慢，解禁时候非常快，还没有解禁呢，很多人呢可能就开始上街了，甚至不戴口罩了。当时这个英国政府呢临时决定把这个解禁的时间从6月底延长到了7月底，也就是延长到了7月22号的时候。这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当时的这种每日单增新增病人数呢还是非常高的，突破了5万。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英国政府呢害怕这个长期封城对英国经济的损害，另外呢也考虑到长期的这种封闭状态呢对人们的健康，特别是精神的健康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英国政府就全面解禁。你到任何地方可以不戴口罩，你可以参加聚会，你可以去上学，可以去超市，都没有问题。从那以后呢，我曾经做过一期呢，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刚刚解禁以后呢，它有个潜伏期，这个潜伏期啊一般来讲有4周左右，那么有些人可能6周，有些人可能3周。所以说呢，咱们要看这个解禁以后对它的影响，到这个8月底9月初才能看出来。那么大家可以看呢，后来到这个解禁以后，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媒体呢非常哗然，说你看解禁了以后这个单日新增病人明显下降，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说不需要戴口罩。但是他就忘掉了，实际上这个潜伏期还没有过。在这潜伏期后，大家可以看从这个8月4号开始就开始逐渐上升，而且这个上升的趋势还是蛮大的。大家看看到8月底的时候上升到了37000人每天，那么再靠上升呢，到这个9月初的时候就达到37000、38000每天。然后在9月10号中旬以后呢，又有一个短期的下调，在这个时候呢，英国媒体又大肆渲染说没有问题了。但是刚刚渲染没有2天，然后这个每天的统计数字又上升。大家看看这次上升的高峰呢，比8月份的上升高峰更高，到这个地方呢已经达到了7天平均46000人，这个感染率还是很高的。也可能有人说这个跟元月份那个高峰比呢还是比较低啊。但是你不要忘了，因为现在70-80%的人都打了疫苗了，在这么多人打完疫苗的情况下，你每天还有这么多的感染率，是什么问题呢？因为一方面呢是有些年轻人可能还没有打疫苗，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拒绝打疫苗。那么第3个问题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完全解禁以后，这个上街的人多了，不戴口罩的人多了，上学的人多了，
那么这个感染呢，一传十，十传百的这种感染的这种速度呢，还是非常可观的。一旦你这个感染病人的基数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自然你的死亡率和这种重症率呢就会上升。这在某种程度上呢，对这个医院的系统呢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可能说，现在死亡率并没有那么高，我后面会给大家看。但是你不要忘了，只要病人住进医院去，只要病人要占了医院的这床位，就是正常我们择期手术的病人没法做手术。特别是有些得了癌症的病人，对吧？他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他不能做手术，这个癌症的转移呢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实际上这种影响呢并不是单一的对这种新冠肺炎病毒病人的这个生命力的影响，而且它对整个英国的医疗系统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是非常大的影响。好了，如果咱看看过去30天的情况，大家可能就更明确。从30天前的时候，也就是9月26号，当天新增病例是32997人，7天平均呢是33498人，也就是32000、33000这个样子。那么1周以后，大家可以看呢，逐渐增高，到这个地方呢，它单日新增呢是35000多病人。然后后边呢有2天降低的，大家不要高兴，这2天降低呢多半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天的时候，因为周末的时候呢，这个病人的数据统计往往上不来，所以说一般是到周二的时候就会再度升高。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上升，到10月6号已经达到38675人。39000人，也就是每天有将近4万人新增感染，平均呢34000人。在这之后，大家可以看这个波动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小，而且呢一直向上升。那么到达10月中旬，10月14号的时候，7日平均呢已经超过了38721人。在这之后接着向上升，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天呢，10月21号，全英国的单日新增病例超过了5万人，这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非常可怕。那么7天平均数呢还是46000人，也就是每天46000人，10天就46万人啊！你看这样算上去，10天46万人，30天1个月就是100多万人感染。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英国各大媒体一再的警告政府，那么政府也有一些专家呢就警告政府说，有可能这样发展下去，在圣诞节前我们有可能第4次封城，每一次封城呢对英国的经济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也有人可能说，你看从这个10月22号这几天好像逐渐下降了，每天在下降，但是仍然不要特别乐观，因为这种下降呢也可能和上个周末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今天呢是礼拜二，看看明天礼拜3、礼拜4会不会再高上去。如果礼拜3、礼拜4接着向下降，那么也有可能是好的趋势。但是如果说礼拜3、礼拜4又跳起来了，那么这个下降只是人为的统计造成的一些下降的假象。好了，咱们再看看呢，整个这个图呢是过去1年半以来这个几个高峰的情况。第一个高峰是去年3月份，住院病人数达到了2万多人。那么第2次高峰、第3次高峰，那么他们当时说呢，是在这个去年元月底2月初的时候，当时住院病人达到了将近4万人。你看看，从去年3月份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住院病人翻了一番，所以说当时呢，在伦敦、在伯明翰、在曼彻斯特，他们都建了方舱医院，这样呢有助于收治新增的病人，减轻对已有床位的挤压。那么现在咱看，现在是这个第3次，也可能说是第4次高峰。这个高峰呢比前那个高峰相对来的低了一些，也就是说每天呢这个最多因为新冠病毒住院的病人呢是在1万病人以下。
但是这1万病人呢，像我刚才介绍的，他仍然占有了医院的这种资源和床位，那么它就影响每天1万多人的正常的病人的就诊。咱再看一下它过去30天的情况。过去30天呢，为什么最近这个英国政府、英国媒体呢又开始把这个新冠肺炎的危险提到日程上来？是因为你看看它这个住院病人数，本来这个9月底的时候，住院病人数逐渐有下降的趋势，也就是每天在大概7000左右吧。但是到昨天为止，到这个21号为止呢，也就是上一周的时候，这个住院病人数已经接近8000人了。那么同时他在他的这个 ICU， 也就是他的重症监护病房，仍然有800多人住在这里。那么你800多人是重症监护呀，甚至要上呼吸机，也就是说这800多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对整个这个英国的政府来讲，卫生系统来讲，还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咱们再来看看英国的这个打这个疫苗的情况。前面我也曾经提到了，在世界各个国家中间呢，英国是其中一个国家疫苗接种比较超前的。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也应该给英国政府点个赞，因为他们也是比较有远见嘛，在很早的时候就着手购进各种疫苗，而且呢，让这种疫苗的审批通过快速通道尽快能够被批准，在病人身上进行施打。这是过去1年半这个施打情况，大家可以看早期的时候施打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呢，这个施打率就明显的增高，有3000多万人打了第一针疫苗，然后再到这个今年6月份，大家可以看打2针的疫苗也达到了这个将近3000万人。在这之后呢，疫苗的接种还是稳步上升。一开始的英国政府会这样预估啊，一旦我们全民都打了疫苗，大部分人打了疫苗以后呢，然后你就可以控制这个新冠病毒单日感染的这种率，另外呢，控制它的死亡率。死亡率现在呢，当然还不算很高，待会我会给大家看，但是呢，单日新增感染病人率还是仍然居高不下。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非常疑惑，按理说大家打了这个疫苗以后呢，就可以避免再度感染或者感染比较轻，但是这个呢好像并没有那么明显，和你打疫苗接种的率呢，和你每日单增这个病人的率呢并不协调。那咱再看看病人的死亡率，这是过去1年半的病人的死亡率，当然了非常自然的，因为这个前面有2到3个高峰，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死亡率最高的第一个高峰是在去年的4月份，然后呢下降到非常低，低的时候呢每天只有10几个人死亡，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疫情快过去了，但是后来呢马上又上升，到达去年圣诞节前呢，每日死亡率呢达到了300到400人，然后后来紧接着向上攀升，最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每天死亡都是1000多人，1800人，这是非常高的。然后呢，这是到了今年的元月24号，然后这个死亡率逐渐下降，而且呢下降的非常快，到达这个4月中旬以后呢，每天只有20多个人死亡，然后到5月份呢，只有15个人。大家可以看这个5月3号呢，当天只有1个人死亡。所以说呢，说明上一次的封城还是非常起作用的。这时候因为英国一直在封城，封到什么时候呢？封到6月底的时候，按它原计划是要解禁的。那么最后呢，延迟解禁。但是大家可以看，从这个6月底7月份以后，这个死亡率就增加了，从原来的每天1个2个到20多个，然后接着又向上走，到7月底的时候完全解禁，然后这时候每天呢就死亡50多人了，再后面60多人80多人，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8月21号，也就是解禁以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死亡率单日呢已经超过了100人。然后呢，在这之后
这个单日死亡病人一直在100多左右，最高的时候呢达到了，大家可以看在这个时候9月15号当天呢突破了200人，然后后边呢一直都在100多100多100多。咱们看看过去30天的情况，在1个月前，也就是9月26号的时候，当天死亡了63人，但是7天平均呢138人。因为这个当天死亡，我给大家讲了，礼拜天、礼拜一的统计呢往往是不准的，一般到礼拜二呢会突然增高。实际上它7日平均死亡率是比较准的，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仍然每天死亡超过100多人、130人、120人。然后大家可以看，接着向后走，基本上7天平均呢都在100多人。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5月25日，也就是昨天，礼拜一的统计数据比较低，我们不要信。那么7天平均死亡率是每天135人。135人对一个国家来讲并不是很多，但是你不敢具体去算呀。你仔细想想，一天135人，10天1350人，也就是1个月就是4000人死亡。1个月4000人死亡，到圣诞节为止呢，我们有3个月时间。这3个月呢，你有超过1万多人的死亡。1万多人有多少人？你知道一个体育场装多少人？也就是一个体育场如果是1万人，这1万人全部都不在了，多可怕！你知道一个大学的一个学院有多少人？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世界前100名的大学，可能只有3万多学生，也就是3个月有1万多人死亡，也就是这个大学的1/3人都不在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很多人就会弱化这种影响，就觉得每天100多人一个国家不算多，其实真的还是很多的。那么我们想看到的并不是说没有人死亡，而是说通过疫苗的施打，这个死亡率能不能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只要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死亡率在降低，每日单发病人在降低，那么我们心里都有谱，我们知道这个疫苗的施打是起到了作用。那么到目前为止，疫苗的施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好像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好。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这种变异病毒的出现。那么变异病毒呢，对1年前我们研究的这种疫苗呢，有没有作用？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好。实际上呢，大家现在作为一个医生的背景呢，我是感觉到目前为止，自从第一批疫苗研发出来以后，大家应该针对不同的变形病毒赶快研发推出新的疫苗。如果新的疫苗出来了，那么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疫苗的功效达到一定的高度，像一开始说了95%的这种有效性。但是因为这个老的疫苗和新的病毒之间产生了一些效率降低的情况，例如有研究报告呢说，现在最好的疫苗打完2针以后，它的体内的抗体可以达到95%，但是过了6个月以后呢，它的抗体水平就下降到40%到50%，这样当然效果不是太好。所以说我们真的应该期待各个政府也应该投资，让研发疫苗的这些单位呢赶快研发不同的新的变种病毒的针对性的疫苗。那么也可能过完圣诞节又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我们仍然要针对新的变种病毒去研发新疫苗，不能躺在这个老的疫苗上面，依靠老的疫苗来持久的防范，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简单聊到这里，我们拭目以待未来2到3个月，直到圣诞节前，看看英国的疫情究竟是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糟？英国政府会不会被迫再次实施封城的这种方法？封城对每个人都不好，对国家也不好，对经济也不好。当然了，如果说封城是必须的，政府可能还不得不这样做。谢谢大家收看。